我叫谢婉宁，燕京首富独女，自幼病弱，更因无良郎中开错了一味药，致使双目失明。不可能，我的药怎么会出错？让我把脉便可真相大白。庸医还想来害我家小姐，滚出去！来人呐，把他拖出去！你如此怕我诊断，莫不是你动了手脚？胡言乱语，拉去送官！我是个废人。小姐，别怕，就算你余生都看不见了，还有我驾着马车带你走遍所有你想去的地方。他只是我家的马夫，却因我盲了双眼，再难说亲。父亲临终托钵，将我许他为妻。成亲5载，他帮我打理家业，对我言听计从，婢女贴心，婆母宽厚，收来的养子康康更是乖巧可人。然后我复明了，能看见了，我真的能看见了，太好了，夫君！至今不知何时，他们2人有了苟且。他怎么？我只是个弱女子，此刻拆穿，只怕凶多吉少。夫君，夫君你在吗？吓死我了！以后白日里不可这般放肆啊！他是个瞎子，就算我在他面前与你交好，他也未必知晓。安分一点。你当日许诺娶我为妻，如今自己做了老爷，却叫我为奴为婢，似乎那个瞎子凭什么？你懂什么？老东西死的时候曾告知朝廷，若瞎子身死，所有钱财都收归国库。我这些年费尽心思将谢家的银子转出去，我容易吗？就知道你最好了。待有一日将财产全部转走，我要那瞎子做我府中最低贱的婢女，要他擦地洗脚倒泔水。你们不仁，便休怪我不义。玉珠，伺候我洗脚。府中有齐小婢，我这就去叫他过来。他服侍远不及你贴心，我让他回去了。你说过的，会尽全力照顾好我。难道都是骗我的？贱人，敢这么糟践我！怎么会？我这就去准备。羞辱我！看我今天不烫死你！怎么了？从前的洗脚婢不够妥帖，我送出去了，还未找到新人进来，想叫玉珠帮帮我，也不知她是怎么了，忽然尖叫。夫君，发生什么事了吗？分明是你拿开水泼我！怎么会呢？我双目失明，方才只是听见脚步声，想来帮你端水罢了。你端的不是洗脚水吗？为何会有开水？你别信他，他的眼睛恢复了，他一定是知道些什么。闭嘴！知道什么？你不就是想报复我吗？装什么装？老爷，你管管他啊！我为什么要报复你？这5年你待我无微不至，我感激你还来不及呢。莫非是你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？你个下人，主子说什么就是什么，滚出去！若是不愿意做，就换个人来。别怕，我去好好罚他，给你出气啊！别生气了，老爷好好疼疼你啊！夫君，你在吗？夫君，你在吗？又来了，真是阴魂不散。夫君你在啊？怎么不理我？发生什么了？我刚路过，大晚上的看不见路，你出来做什么？啊，5号下人说院子里老鼠多，放了捕兽夹，还未贴告示，我怕有人踩到。啊，对了，石桌上涂了粘老鼠用的药，若是老鼠粘在上面，不脱一层皮可下不来。知道了，我回头就写，先送你回去。死瞎子，哪有这么巧的事啊？一定是你故意的。这好像不是去上香的路啊，是一条近路，我还能害你不成？哼，若你不肯走，那失明便是装的，老爷定不会放过你。若是看不见，掉下去死了最好，省得你占我的位置，还让我的康儿叫你娘亲。夫人，怎么不走呀？你在搞什么？谢婉宁若是死了，谢家的财产便要充公了。老爷，你听我解释。你在做什么？
什么？玉珠怎么了？是不是能看见我？故意把他推下悬崖，是不是？什么悬崖？今日他说带我去庙里上香，绕了小路，怎会到悬崖边上的？若是谢婉宁当真负面，看到我与玉珠媾和，必然不是这个态度。看来一切都是巧合。叶玉珠带他来这里，莫不是想杀人灭口，坏我大计？死了也是活该。夫君，这真的是悬崖吗？我怕玉珠刚才那声惊呼是掉下去了吗？你快救救她好不好？他图谋不轨，死了最好。别吧，夫君带你回家。这是做什么？这是父亲临终前留下的名册，都给你。老东西至死都不肯交出来的东西，原来在他手里。你愿意给我？父亲说了，有了这个名册，你就能掌控谢府的所有财产。可父亲也交代了，这东西不能给我。不给你，是怕你对我不好。可这些年你是如何做的，我都记在心里，这是你应得的。谢谢夫人，我此生定不负你。有了这个，我何必辛苦转移家业？谢家的产业就要姓许了。从我谢家转出去的东西，我要你亲手原封不动的还回来。我跌落悬崖几个月，你也不知道找找我，你这个负心汉！明知道他死了，所有财产都得充公，却还要铤而走险，你还好意思质问我？那你现在在做什么？我们好不容易转移出去的银子，你又全都带回来了。谢婉宁将名册给了我，这意味着我可以彻底接手谢家的产业，往后再也不必那样偷偷摸摸了，不好吗？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要一直留在谢家，谢婉宁她也不能死，我要一直给人为奴为婢吗？他只是个瞎子，你就当是个摆设不好吗？转移出去的财产才不过谢家财产的1%，哪个更多也分不清哦。那好吧，就怕你不回来呢，这么轻松的死掉，太便宜你。夫人说了，泔水桶刷不干净，今天不许你吃饭。夫人说了，这几缸水挑完才能歇息。活都没干完，就在此偷懒，真是个贱皮子！你太过分了你！我遵夫人的吩咐，你若不从，就滚出府去。好，你等着！谢婉宁，你的眼睛已经恢复了，你故意折磨我是不是？是啊，怎么了？是你承认了，这些日子以来都是装的。那又如何？你们装了5年，我才装了几个月，谁过分了？故意糟践我，我不会放过你的！哼，说叫老爷知道了，你必死无疑。好啊，那就要看他相信谁了。说完了吗？滚出去！他亲口说的，你不信我？你几次三番要害他性命，叫我怎么信你？再说了，他若真知道了你我之事，又怎会不对我出手，还将这么重要的名册给了我？可他日日命人折辱我，你看不到吗？那定是你做错了事，别再胡闹，不然我便将你送出去，永远也别想见到你儿子。我的养子甚是乖巧伶俐，讨人喜欢。可当我知道他是叶玉珠的儿子时，便再也没了亲近之感，只想放他出府，却不想这小东西竟遗传了他娘的黑心肝。我不要那瞎子做娘亲，他怎么还不死？分明我有自己的娘亲。康康，听话，带爹爹和娘亲将谢家的家产转移出去。祖母教你亲手杀了这瞎眼贱妇，如何？能看到了，那就休怪为夫出手无情了。夫君，是你吗？不是复明了吗？若是复明便好了，也不至于让这么小的孩子来欺负我这个瞎子。夫君，你都听到了，他竟要转我的家产，还想取我性命，这孩子你究竟是从哪里抱来的？农户家里带来的，只怕是他父母毁约见了孩子，这才叫了这些混账话。我不要他做我的儿子，夫君，我害怕。好，我这就送他出去。还有婆母，一并送出去。你要送我和康康走，你这个不孝子！是母亲自己猪油蒙了心，他是瞎子，又不是聋子，怎能把心里话就这么堂而皇之的说出来？康儿知道错了，爹爹不要赶康儿走，好不好？哎呀，他可是你唯一的血脉，你当真舍得？若是再留着你们2人，说不准有一日我都要被赶出去了。不必多言，你们走吧。
走吧，待事成之后我接你们回来。你这些天将转出去的银子又拿了回来，还赶我们走，我看你才是被这个狐狸精蒙了心。妇人之见，赶紧走。碍事的人都走了，接下来该收拾你了。一群不长眼的东西，气死我了！夫君这是怎么了？我按照你的名册去与那些掌柜的收账，他们却说只交给谢家的当家人。当初父亲还在的时候，分明有名册就可以。再说了，我掌管谢家多年，难道算不得当家人吗？从前算，现在不是了。你说什么？给你名册，只是为了让你把转走的银子原封不动的还回来。想图我谢家的家业，你还没这个本事。你怎么忽然……你的眼睛恢复了，你都看到了，对不对？你不过一介马夫，因我失明期间尽心侍奉，才有幸得父亲临终托孤。我谢家给你的已经不少了，可惜你贪婪不足，才至今日这般一无所有的境地。不是的，夫人，你一定是误会了什么，我可以解释啊。误会？你与叶玉珠苟合，乃我亲眼所见；你们二人谋得我谢家家业，乃我亲眼所见；你们祖孙三代都想要我的性命，更是我亲耳所闻。这有什么误会啊？人都有做错事的时候，我只是……人都该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代价。听好了，我谢婉宁今日休夫。我怎么会一无所有？不让我好过，你也别想活！你怎么不怕？怕？你不妨先抬头看看。早知道你是亡命之徒，若无万全准备，又怎会贸然与你摊牌？我错了，夫人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这种话还是去和知府大人聊。来人啊，带走！自古从未有女子同上的道理，夫人放我一马，我定为你干到土地。没有这个道理，便由我来写下这个道理。我谢婉宁不靠男子，照样能撑起谢家的家业。送走许鹤清一家的3月间，我联络旧人，整顿生意，一切都被我打理得井井有条，却因操劳带起了从前的弱症。在一次收账归来的路上，姑娘，你怎么了？救救我！在醒来时，我身处一间陌生的屋子。醒了，快把药喝了。虽然失明无才，我还是一眼认出，他就是当年一碗要害我失明的庸医。姑娘为何这样看着我？庸医，你还敢回来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你是自己吃错了药，导致失明的谢府姑娘。分明是你开错了方子。真可怜啊，被人换了药还不知道，亏本神医前几年还想着回来治好你的眼睛。前几年，那后来呢？后来边关接连战乱，瘟疫横行，自然是那里的人更需要我了。原想着这次回来把你眼睛给治好，看你这样子应该也不需要，那不如我把你这弱症治好。算了吧，我怕你一碗药下去，又要害我瞎个五彩。话可不能乱讲啊，我可是神医，神医。只是这所谓的神医，竟如狗皮膏药一般，日日送汤药前来。赵神医送来的，还说求见小姐。不见，让他死了这条心。小姐不肯见赵神医，可他送来的汤药倒是一滴不落。外出走访的这些日子，人人都赞他医术高明，悬壶济世。料想当初应该是个误会，何况许鹤清早有不安分的心思，偷偷换了当日的汤药，也未可知。那你为何不肯见神医呢？他的心思我清楚，只是我再也不会将自己的未来托付给一个男子。娘亲无需狂的男子，康儿定会为你养老送终。谁放他进来的？孩子身体娇小，怕不是狗洞里钻进来的。赶出去！另外吩咐下去，将府里所有的狗洞都封了，别什么阿猫阿狗的都进得来。娘亲还在生我的气吗？与你生气倒是没必要，只是我做不了你这黑心肝的娘亲。当初那些话都是祖母教我说的，祖母说你是瞎子，不配做我的娘亲。我有自己的娘亲，可我对你从来都没有坏心思呀。你有自己的娘亲，无需找我。赶出去！赶紧走吧，找你那未婚先孕的不要脸娘亲去吧。娘亲若不肯认我，我还不如死了的好。
小姐心疼了。他教了我5年的娘亲，说不心疼是假的，但他已经被教坏了，何况还是叶玉珠和许鹤清的孩子，我说什么都不能留。通知许鹤清了吗？通知了。婉婉，我就知道你放不下我，你是不是想通了？你连孩子也收下了，夫人，你当真大度啊！我也没有你想的那么大度，带上你的儿子，滚出我家！那你特意叫我前来，难道不是与我重修旧好吗？重修旧好？你也配？是你这儿子非要在我这里自尽，未免闹出人命，这才叫你来此。你身体病弱，生不了自己的孩子，康儿喜欢你，宁死也要认你做娘亲，你不如就收下他吧。许鹤清，你看这是什么？三子，你的头发。这是脑子，它里面没有装水，收他做儿子，跟把谢家的家业拱手相让有什么区别？你若无后，但你100年之后，家业照样落入外人之手，无人为你立碑记传，无人为你烧香拜祭，你甘心吗？这些事情，他的后人自会为他来做，无需你来操心。是何人？想起来了，那个庸医。嘿，谁庸医啊？分明是你偷换了我的方子。你胡说！婉婉，这就是当日害你失明的庸医，你怎能跟他在一起？我什么时候？这些话我们出去说。来，走。我什么时候跟他在一起了？说什么说？我跟你有什么可说？确实没什么好说的。这有个好吃的，你尝尝。你给我吃了什么？我若是你，现在就立马往家跑，不然当众出宫。哎呦，我跟你。你是不知道，他吃了我的强力泻药，当时就兜不住了，一边跑一边奔，哎呦，中途还摔了一跤呢，弄得满身满脸都是。我猜啊，不出明早，这件事就能传遍京城。说完了吗？说完了。那这孩子你带走。为什么？我叫许鹤清来此，是让他将这个企图赖在府中的儿子带走。你把人带走了，现在这个孩子也归你了。这可怎么办啊？有了，李金不是问题，虽比不上谢府那样的家大业大，却也不会亏待了正妻。那就好，不知员外何时来迎亲？话还没说完，李金不是问题，但我张家只取良家子，为奴为婢不行，过了身子不行，品行不行。那是自然啊，我不会骗你的。叶玉珠，你自己的儿子，你管是不管？儿子？什么儿子？与我无关，您别听他瞎说。怎么瞎说了？你在谢家为婢期间与马夫偷情，生下孩子，后来马夫娶了谢府小姐，你二人一起谋人家财产，还几次开门要将人给弄死，如今被赶出府，还死性不改，丢了个孩子过去恶心人家，你要不要脸？我撕了你的嘴！真没想到你是这种人，够狠！没有的事，您别看我出来。这庸医害人，5年前还害得谢家小姐家里很呢。谢小姐身居内宅，你若不是府上的奴婢，怎知是我害她瞎了眼？现在看来是我瞎了眼，原想着续弦，身份低显，脸不打紧，没成想你是这种人，惹了我张家，今后你休想在京城立命。送走了？那可不，一劳永逸，张员外直接将他母子2人赶出京城，从今往后再也不会来找你麻烦了。真没想到你医人的本事不怎么样，害人的本领倒是挺厉害。我医术怎么就不行？你这娘胎里带出来的弱症我都治好了，就是太医院里边的御医都做不到，你别没良心了啊！好吧，算你厉害。那赵神医亲手熬制的汤药需要多少银子？银子就不必了，若你真心想谢，不如以身相许。你没错，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。从前对你呢，只是心怀愧疚。重逢的这些日子，我亲眼见你一介弱女子撑起庞大家业，养活无数个家庭，你的能力魄力都令我心生敬畏。所以谢姑娘，你想都别想。整日就会问我要银子，我哪里还有银子了？当初弄出来那么多，足够你3辈子也花不完。若非你贪多被人骗了回去，我们何至于这样？你这是怪我？说你年轻时努力些，下个达官显贵，我生来就是公子哥，何至于给人做了那么多年的马夫？
若不是我，你一辈子都只是第一剑的洗脚婢。你这个不孝子，敢这么跟娘亲说话！谢婉宁，你要我落魄至死，你自己也休想好过。看来这1个多月的牢狱生活，并未让你学老实，这是何意？人都有犯错的时候，我是算计了你，可也曾全心全意待你不是？夫人，算我求你了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不要休夫，好不好？你说呢？我要你说。想都别想，我还放你一条生路，已经是最大的恩德了。夫人，我给过你机会了。你想做什么？你有赵华年给你的防身毒药，又有官府保护，我动不了你。但别忘了，想要你死的可不止我一个人。哼，毕竟你死了，这泼天的富贵就归国库啊。我只知身边这些人谋财害命，却不想父亲用来保护我的协议，如今却成了我的催命符。谁逼我的？我得不到的东西，你也休想得到。我以为自己必死无疑，可在醒来时，又回到了赵回年的房间。别乱动，不然脑子里的淤血散开，你随时都能毙命。我为何会在这里？你说巧不巧啊？本神医轻松一出手就是你2回，真的不用考虑以身相许。我父亲为了挟制许和清，曾与朝廷许诺，若我身死，则万贯家财尽归朝廷。你是说想要你命的人是皇帝？谁知道，总归是民男与官斗。若要与我扯上关系，我的今日就是你的明日。知道了，你且在此处歇着，不要乱动。我不想与他扯上关系，可当他转身离开的那一刻，心中竟生出了不舍。算了，我这种人不想被人算计，更不想连累任何人，还是孤独终老更为妥帖。你怎么回来了？姑娘，这是我家。抱歉，我伤已经打好了，这就离开。哎，别，你就不怕那些想杀你的人还在外面？我死不足惜，只怕那些人闯进来，连累了神医。这么说我就放心了，你也放心吧，他们不会来。为什么？你做了什么？老皇帝好大喜功，边关战乱不断，财政空乏，他有谋士出了这个馊主意，想欺负你这个孤女。我今日入宫，在皇帝的饮食中呢放了一味药，从今往后他都没工夫来找你的麻烦。你是如何进宫的？翻墙啊！下了何药？让他再也没有尊严的药。上上病了，御医郎中接连进宫诊脉，可都没有人活着出来。说是何病症？虽极力掩盖，但还是从后宫出了风声，说是圣上忽然不举，难以人道。下三滥的手段，果然是他的风格。对了，还听说圣上最宠信的几个谋士大臣都无故丧命呢，说是睡梦中死的，全身上下一点伤痕都没有。他竟如此大胆！这么急着来谢我，怪不好意思的。皇帝与权臣你都敢招惹，不要命了？要命做什么呀？要你就好啊！若是被人发现了，此事唯有你我知晓。再说，我将取狗皇帝的性命，也不过是动动手指的事。他就算知道是我，那也该掂量掂量，自己能奈我何？你究竟是什么人？爱你的人。我说过，我不会再将自己的未来托付给一个男子。真托付我，我也不敢收啊。我是说啊，我想将自己的未来托付给你，求保护，求收留。最终，我还是在2年后招赵怀年为婿。太敷衍了吧，都不会亲自去接我的。怕你太骄傲，日后不好调教。无需调教，我都听你。赵神医怎么入赘啊？真给我们男人丢脸。就是啊，自古从未有女子主家的道理，怎能让这些女人踩到咱们的脸上？入赘怎么了？我夫人聪明能干，有惊天伟地之才，比你们这些男子强千倍万倍。就你们这张脸，踩上去都是脏了我夫人的脚，赶紧滚蛋！不然本神医新研制的拉拉丸，让你们一次吃个够啊！快走快走，别惹这个疯子！